very complex build process. And you can see we use electronic models to direct the guys that are building the engine to make a nice smooth finish for the air flowing into the engine. So this really is the start of the process for our XWB engine. 每年航空产业大约需要消耗950亿加仑的航空煤油。这不仅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成为了航空公司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以说为整个行业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设定了时间限制。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电动飞机和氢能源等未来技术时，英国德比的试验台上，一台特殊的发动机可能已经找到了关键的解决方案。这款名为超风扇的发动机不仅承诺逐步提升性能，更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航空业的格局。那么这款超风扇究竟与以往航空业宣传的各种下一代重大突破有何本质区别呢？航空业正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航空公司当前身处一个复杂的困境之中。首先，燃料价格的剧烈波动且总体呈现上涨的态势，正在大幅侵蚀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燃油支出通常占据其预算的20%到30%。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机构正在不断收紧针对碳排放的标准，其速度甚至超过了飞机制造商的应对能力。例如，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国际民航组织实施的碳抵消与减排计划，以及日益临近的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这些并非仅仅是建议，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要求。现有的航空发动机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面临着效率提升的瓶颈。想要在传统涡轮风扇发动机的设计基础上再提升哪怕1%的效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相应的成本，其效益呈现递减的趋势。与此同时，行业的增长预测显示，未来20年内全球航空客运量预计将增长1倍，这意味着航班数量将会增加，而运营规则将更加严格，燃油价格的波动也将更加剧烈。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急需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与传统的航空燃油相比， SAF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可以将碳排放减少高达80%。然而目前 SAF 的价格仍然偏高，且供应量有限。即使未来产量能够得到提升，现有的航空发动机在未经改造的情况下，也只能承受最高50%的 SAF 混合比例。虽然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部分支持 SAF 的使用，但相关的硬件设备仍然存在滞后。航空公司需要积极推动技术发展，不仅要使发动机能够适应未来的可持续燃料，更要围绕这些燃料进行全新的设计。这正是超风扇技术的关键所在。它并非仅仅是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而是航空发动机制造理念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超风扇的与众不同之处，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将风扇和涡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二者以相同的转速运行。这种设计虽然结构简单且可靠，但已逐渐显得落后。与之不同的是，超风扇采用了带齿轮的风扇结构，即在风扇和涡轮之间增加了一个动力齿轮箱。这一创新使得每个部件都能够以各自最理想的转速独立运转。那么这种改变为何至关重要呢？原因在于，风扇需要以较低的转速运行，才能高效地推动大量的空气，而涡轮则需要高速运转，才能最大限度地从高温燃气中回收能量。让这两个部件以相同的转速运行，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方案，而齿轮箱的引入恰好解决了这一矛盾。这项技术并非全新的概念，普惠公司的齿轮传动涡轮风扇发动机早在10多年前就实现了商业应用。然而劳斯莱斯公司将这一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其超风扇的叶片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0英寸，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大航空发动机验证机。如此巨大的尺寸并非仅仅为了吸引眼球，更大的叶轮每旋转1周就能推动更多的空气，这意味着在产生相同推力的情况下，发动机可以消耗更少的燃料。此外，超风扇还结合了可变桨距风扇系统，这类似于直升机的旋翼，可以实时调整叶片角度，从而使发动机能够根据飞行的不同阶段动态调整自身状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这种效率的显著提升，并非依赖于特殊的燃料或革命性的机身设计，而是纯粹来源于热力学原理和机械工程的创新。值得一提的是，超风扇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验证和应力测试，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劳斯莱斯不仅在计算机上完成了 UltraFan 的设计，而且已经制造出了实体，并将其安装在试验台上进行了全功率的运行测试。
性能跃升绝非简单的数字把戏。相较于其前代产品特伦特发动机实现了高达25%的燃油消耗降低，这个数字初听起来可能有些概念化，但一旦进行具体计算，其意义将变得清晰可见。以一架执行跨大西洋航线的宽体客机为例，其每小时的燃油消耗大约为3加仑。考虑到飞机长达15年的服役期，单架飞机在其生命周期内将消耗数千万加仑的燃油。如果能够将燃油消耗降低1/4，那么每架飞机就能节省数亿美元的运营成本，将这一节省推广至整个航空公司机。对，假设一家公司运营着200架宽体客机，那么在10年内，其节省的资金将高达数十亿美元。这带来的不仅仅是利润率的显著提升，更可能成为区分盈利航线和不得不停飞航线的关键因素。同时，航空公司也因此具备了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票价，或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机队升级换代的可能性，而无需再持续为燃油套期保值付出高昂的代价。在环境保护方面，其积极意义同样不容忽视。目前，航空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5%。然而，航空业对气候的影响远不止于二氧化碳排放，飞机尾气凝结、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同样对环境构成威胁。UltraFan 发动机效率的提升将直接转化为每次航班减少数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尤其是在以宽体机为主的远程航线上，单架飞机燃油消耗降低25%，相当于抵消数百辆汽车的年度排放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航空业能够立即实现绿色化，这条道路依然漫长。但这项技术进步为航空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它将原先看似遥远的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转化为航空公司可以实际进行模型构建和规划的可行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的实现并不需要乘客牺牲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空间或更高的出行便利性。航空发动机材料的革新，尽管提高效率至关重要，但如果引擎在高压环境下发生熔毁，那么一切努力都将徒劳。尤其像超风扇发动机这类设计，其运转时的极端高温和压力足以对传统结构的发动机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劳斯莱斯公司不得不从底层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并选择制造发动机的材料。在风扇叶片方面，他们创新地采用了碳钛复合材料。相较于传统的铝材料，这种新型复合材料不仅重量更轻，而且强度超越了钢铁。在航空领域，每一克重量的减轻都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飞机整个使用寿命期间燃油消耗量的降低。然而，强度同样不容忽视。这些叶片在运转时速度可达数百英里每小时，需要能够承受诸如鸟类撞击、冰块碎屑吸入等严苛考验而不发生断裂，以保护发动机内部结构的安全。深入到引擎内部，排气温度常常超过2400华氏度，这使得传统的金属部件面临性能极限。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劳斯莱斯转向了陶瓷基复合材料 CMCS。这种先进材料最初是为航天器和燃气轮机等尖端应用而开发的。与顶级的镍基超合金相比， CMCS 能够承受高出500华氏度的极端温度，同时还能显著减轻部件的重量。这一特性使得发动机能够在更高的温度下稳定运行，并且减少了对大量冷却空气的需求，从而有效提升了整体的热力学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并非市场上现成的零部件。制造 CMC 涡轮部件需要高度精密的工艺，包括材料的逐层堆叠和复杂的热处理过程。这些工艺技术的完善经历了漫长的研发和实践。10年前，这类材料的供应链几乎一片空白，而如今它们正逐渐成为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的标准配置，其中超风扇发动机正处于这场材料变革的前沿。这场变革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性能的提升上，安全性同样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航空发动机需要承受极其严苛的运行环境，包括剧烈的温度波动、高海拔地区腐蚀性大气以及成千上万次的起飞和降落循环。先进材料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部件的磨损，延长发动机的维护周期，并最终降低整个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这正是那种看似不显眼却能从根本上改变行业运营模式的工程创新。自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投入使用伊始，一个关键的技术挑战便浮出水面。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正在服役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其运行许可仍然限定在使用传统航空煤油，一种从原油中提炼的燃料。然而，利用废弃食用油、农业残留物或先进合成技术生产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在化学成分上存在细微差异。尽管其燃烧过程更为清洁，但在兼容性方面却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多数现有发动机需要进行改造，或者只能以50:50的比例混合使用 SAF。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尔斯、罗伊斯
公司的 UltraFan 发动机从最初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阶段就已设定了100%纯 SAF 运行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市场推广的策略。罗伊斯已在其位于德比的基地完成了全功率地面测试，并成功验证了该发动机的燃油系统、燃烧室以及密封部件在纯 SAF 条件下的可靠性。这意味着航空公司在未来使用 UltraFan 发动机时，无需获得额外的特殊审批或地级认证，即可直接切换至纯 SAF。那么，为何这一特性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目前 SAF 在全球喷气燃料供应中所占比例尚不足1%，但变革的浪潮正加速来临。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强制提高 SAF 的掺混比例。例如，欧洲已规定在2025年前航空燃料中 SAF 的混合比例需达到2%，并计划在2050年逐步提升至70%。美国则通过税收抵免等方式积极鼓励 SAF 的生产。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新加坡的机场正在积极建设专用的 SAF 基础设施。可以预见，随着 SAF 产能的不断扩大，供应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生产成本的逐步降低，其价格也将趋于合理。然而，如果航空公司的发动机无法有效利用这种燃料，上述一切努力都将失去意义。UltraFan 发动机的出现，恰恰能够使航空公司在 CF 成为航空业常态之际，避免受到发动机兼容性瓶颈的限制。航空公司无需进行昂贵的发动机改装，也无需寻找临时的替代方案，即可直接使用纯 SAF 起飞运营。这种运营上的灵活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尤其是在可持续性日益成为航空公司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时。验证可行性的实验平台，喷气式发动机的测试与公路车辆的测试存在显著差异。你无法简单的在停车场启动并测试喷气式发动机的性能。劳斯莱斯在德比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户外测试中心，旨在应对尺寸巨大和推力极强的发动机。实验发动机被安装在一个配备了数千个传感器的测试台上，并接受模拟各种运行条件的测试，涵盖了从起飞时的最大推力到巡航时的燃油效率等各个方面。2023年 UltraFan 发动机首次实现了全功率运行。工程师们对燃油消耗、推力输出、排放水平和热性能等关键参数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覆盖了其整个运行范围。随后，他们将燃料更换为100%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并重新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该发动机不仅能够承受 SAF 燃料，而且其性能表现与使用传统燃料时完全相同。多年的设计努力在短短数小时内得到了验证。地面测试虽然不是最终阶段，却是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一旦设计假设出现偏差，发动机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故障，例如叶片断裂、轴承卡死或燃烧过程不稳定。UltraFan 的成功测试表明，其核心技术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齿轮箱、复合材料和燃油系统等关键组件都经受住了实际运行条件的考验。接下来，该发动机将进入耐久性测试阶段，通过数千次的模拟飞行循环来验证其长期的可靠性。此后，它还将在实际飞机上进行飞行测试。然而，以零重大故障通过全功率地面测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 UltraFan 发动机已从一个有潜力的概念发展成为一项可以实际应用的成熟技术。超风扇引擎系列的可拓展性。超风扇不仅仅是一台航空发动机，更是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平台，其推力范围覆盖了从25000磅到110000磅的广阔区间。这意味着依托同一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这款发动机能够为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提供动力，从直飞短途区域航线的窄体单通道喷气式飞机，一直到横跨洲际的长程宽体巨型客机，均在其覆盖范围之内。对于劳斯莱斯公司而言，这种可拓展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公司长期以来凭借其 Trent 系列发动机在宽体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数十年前，由于难以与 CFM 国际和普惠公司竞争，劳斯莱斯退出了窄体机市场。超风扇的出现为劳斯莱斯提供了一条重返窄体机市场的有利途径。窄体飞机占据了商业航空市场中最大的份额，各航空公司运营着数以千计的波音737和空客 A 飞20系列飞机。这两家飞机制造商都计划在2030年代推出其新一代机型。如果超风扇技术能够得到充分验证，劳斯莱斯有望凭借这款在全领域效率方面都表现卓越的发动机，参与未来新型飞机平台的竞标。此外，超风扇的可拓展性还有助于简化航空公司的维护和培训工作。
航空公司通常更倾向于选择通用性强的发动机系列。当他们的机务人员和飞行员已经熟悉某一个发动机家族时，引入配备该系列新型号的飞机，要比采用全新的发动机设计在经济上更为划算。超风扇的模块化设计意味着运营商可以利用相同的资源和技术，同时维护其宽体和窄体机队。超风扇的模块化架构意味着运营商有希望仅通过共享的工具和技术就能实现宽体和窄体飞机机队的同步维护。这不仅体现了技术上的优势，更构筑了一道经济上的坚固壁垒。一旦航空公司选定了一个发动机平台，更换它将导致高昂的成本和运营中断。这种可拓展性使得客户能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将多个不同型号的飞机锁定在同一发动机平台之上。对于航空公司而言，飞机引擎绝非寻常的机械部件，它们代表着长达20年的资本投入。一架全新的宽体客机，其购置成本可能高达3亿美元，而发动机的费用就占据了大约1/4的比例。航空公司在选择引擎时，不仅着眼于燃油的经济性，更将其可靠性置于核心考量。维护成本的高低、未来的转售价值以及发动机制造商提供的支持力度，都是他们评估的关键要素。尽管超大风扇发动机所能带来的高达25%的效率提升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航空公司需要确凿无疑的证据，以确保这些先进的引擎不会频繁地滞留在维修车间，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劳斯莱斯公司凭借其 Trent XWB 发动机，在可靠性领域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声誉。这款发动机是目前运营中最值得信赖的宽体飞机引擎之一。而 UltraFan 发动机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地运用新型材料和架构实现的进一步飞跃。正因如此，航空公司对于成为 UltraFan 发动机的早期使用者将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进行细致的审查和评估。此外，可持续性也是航空公司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乘客开始关注航班的碳排放问题，而企业和差旅部门也已将碳足迹纳入其预定决策过程。那些能够宣传其航班显著降低每座位排放量的航空公司将获得重要的市场营销优势。超风扇发动机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兼容性以及其降低燃油消耗的特性，恰恰为航空公司提供了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当然，前期的购置成本同样至关重要。新一代发动机的定价通常较高，但航空公司可以通过燃油费用的降低和更长的维护周期来逐步抵消这些初始投入。真正的关键在于投资回报的周期。如果由超风扇发动机驱动的飞机能够在5年内实现收支平衡，并在接下来的15年内持续产生利润，那么这项商业决策将极具吸引力。与此同时，运营商也高度关注劳斯莱斯如何构建其售后支持合同。在现代发动机的交易中，维护、备件以及性能保障往往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服务方案。航空公司追求的是运营成本的可预测性，因此能够提供定价透明且包含所有必要服务的制造商将更有可能赢得订单。竞争态势与劳斯莱斯的回归，超风扇并非孤军奋战。普惠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已成功应用于空客 A20 Neo 系列以及 A 飞20系列，这充分证明了齿轮传动风扇理念在商业上的可行性。通用电气与赛丰集团正携手推进 RISE 计划，专注于开发开放式转子设计，旨在实现更高的燃油效率。然而，该技术也面临着噪音和认证方面的挑战。劳斯莱斯正积极追赶在窄体机市场的步伐，尽管如此，其 UltraFan 技术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相较之下，普惠的 GTF 发动机近期遭遇了耐久性问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整个机队的检查。劳斯莱斯能够从普惠的经验中学习，并在 UltraFan 的材料和齿轮箱设计中融入这些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早期 GTF 运营商通过飞机停运和航班延误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通用电气的 RISE 计划虽然雄心勃勃，但其开放式转子发动机的噪音问题更为突出，并且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障碍。相比之下， UltraFan 采用了传统的导流式风扇设计，这意味着它更有可能在现有航空框架下获得认证，并且能够与当前的机场基础设施兼容。在市场速度至关重要的战略层面，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UltraFan 还有助于劳斯莱斯在未来的发动机竞标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空客和波音都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推出新一代单通道客机，这些项目将决定未来30年窄体机市场的格局，而发动机的选择将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重大决策。超风扇的出现使得劳斯莱斯在时隔数十年后再次获得了参与这一关键决策的机会，即使仅仅赢得窄体机市场的一小部分份额，也将显著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目前，劳斯莱斯民用航空业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宽体机发动机，
拓展载体机业务不仅能够分散其业务风险，还能使其进入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机队市场。展望未来，航空发动机和机身将呈现协同发展的趋势。一旦罗伊斯及其同行在推进技术上取得颠覆性进展，飞机制造商势必会对机翼、发动机短舱乃至整个机身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以充分发挥新技术带来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超大涵道比风扇的效率和尺寸将直接塑造未来飞机的外观和性能特征。更大的风扇直径可能需要更高的起落架来保证发动机与地面的安全距离，或者采用更具创新性的发动机短舱集成方案。目前，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设计团队，致力于针对超大涵道比风扇发动机进行飞机布局的优化。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飞机将出现经过调整的机翼安装位置、重新设计的机翼支撑结构，以及针对新型动力装置进行的气动性能优化。此外，混合动力架构也在积极探讨中。在这种设想中，超大涵道比风扇发动机将作为主要的推力来源，而电动机则在起飞或滑行等阶段提供辅助动力。尽管这一方案仍处于实验阶段，但超大风扇发动机的模块化设计和高效的核心使其成为此类整合的理想选择。除了民用航空领域，军事和货运运营商也对超大涵道比风扇发动机所带来的燃油效率提升高度关注，这将有助于延长加油机和运输机的航程，而其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兼容性也与国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考虑到劳斯莱斯在军用发动机领域的强大实力，民用和国防项目之间的技术转移将是常态。总而言之，超大涵道比风扇发动机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台独立的发动机，它更像是为下一代推进系统搭建的一座技术桥梁，连接着当前以燃油为基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与未来的先进技术，甚至是那些我们尚未构想出的突破性方案。在当下航空业面临效率和排放双重挑战的关键时刻，超大涵道比风扇发动机已经成为最可靠的解决方案之一，并且已经开始投入实际应用。